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这个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7月22号。好，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今天老师跑了9501，中文要怎么说？我们再看一遍9501。好，欢迎各位同学哦，9501。好，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要持续的来学习调这个字。好，调这个字最后一堂课啊，我们来学习调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好，林子还有裴静9501步， Jenny 宋平9501步， Hardwin 跟 Mandarin 今天老师跑了9501步，南武蓝墨 Charles Sierra 9501步，很棒啊。对了，跟各位同学说一件事情，就是最近老师脸书好像不太能够直播了，所以脸书的朋友可能你们要到 YouTube 来看老师的直播，可能这个月都没有办法直播， YouTube 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啊，所以如果之前在脸书看老师直播的同学，请你到 YouTube 来看老师的直播，好不好？也欢迎 Instagram 上面的同学到 YouTube 来看老师的节目。好，然后好的，这位同学9501步。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同学说，老师这个星期开始直播的时间要调整了。老师的直播时间呢，都是在晚上的北京时间、台湾时间的晚上10点30分，对不对？老师从礼拜3开始要把直播时间改成晚上9点，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啊，这个星期三本周三开始这个星期三开始，老师的直播时间就要改变了。是晚上的台湾时间、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好，各位同学有听到所以这个星期三就开始了，就是2天，明天还是10点30，后天就是晚上9点老师会提早1小时半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好的，然后可能老师明天会录一个视频，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时间会提早好的，那么我们来上课吧。所以你们喜欢吗？时间提早，可能有的同学觉得很好，有的同学可能觉得老师为什么要提早？不过老师希望早一点直播，老师就可以早一点休息这个10点半真的太晚了。周六跟周日也会变成晚上的9点，所以老师周六跟周日就不是在下午的4点了，也就是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是晚上9点直播。不过周六跟周日老师会 speak English， 老师会说英文。周一到周五老师会用中文教你们，周六周日是 English。Teach you Chinese in English。 好的大家觉得很好吗？太棒了好，这个老师明天再录一个视频告诉大家老师为什么要改时间因为老师觉得哎呀，老师也50几岁了，没有啦，老师快要50岁了，真的觉得每天还是早一点睡觉比较好。如果我9点直播，我可能10点半就可以睡觉了。如果我10点半直播，
可能要到12点才能睡觉，或者更晚哦。好，那么我们来上课吧。好，今天我们学习调这个字哦。好，我们还有很多关于调的词汇，我们今天来学习更多的词汇。第一个叫吊销，吊销。各位同学，什么叫吊销呢？如果你有驾照 （driving license），或者是你有身份证，有时候你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违法的事情，你的身份证或者是身份证应该不会，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违规很多次，可能警察会吊销你的驾照 （revoke your driver's license）。所以吊销一般是用在证照或资格啊，所以我们一般会用吊销驾照。我觉得驾照比较多哦。好 ，OK， 所以吊销驾照，如果你开车或骑车的时候常常违规、违反交通规则，那么警察会吊销你的驾照。哦，吊销你的驾照。好，另外一个词汇叫吊床。好，各位同学，吊床很简单，就是这样的东西。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躺在吊床上面过呢？通常躺在吊床上面呢，你会觉得很舒服，因为吊床一般都在户外 （outdoor） 啊，吊床一般都会挂在户外。好，可能有的同学家里面的后院，或者是你们的家里比较大，可能会有吊床，对不对？吊床一般是在户外户外。好的，我们来看这题的答案是什么？他躺。如果你睡觉的时候，你一定要躺在床上，对不对？好，躺。他躺在什么上休息？舒服极了。好，这题也太简单了。他躺在吊床上休息，舒服极了。他躺在吊床上休息，舒服极了。他躺在吊床上休息，舒服极了。好，我们中文说极了就是 extremely， 非常非常。我们会用形容词加上极了，舒服极了，快乐极了 ，extremely happy。所以极了就是非常非常的意思好，非常非常舒服，舒服极了。好 ，OK， 他躺在吊床上休息，舒服极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躺过吊床？李超老师可能小时候有躺在吊床上面过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题。亚当的驾照被什么了？好，亚当可能开车的时候，违反了很多次交通规则，所以警察可能会把亚当的驾照给怎么了？好，亚当的驾照，驾照就是 driver's license， 我们可以说驾驶执照哦，这是他的全名我们中文说全名驾驶执照，驾驶执照，好的，驾照的全名就是驾驶执照，驾驶执照，我们一般都说驾照就可以了。好，这题也很简单，对不对？对，它是个程度补语，极了，漂亮极了，可爱极了，舒服极了 ，extremely。好，他躺在吊床上休息，舒服极了。Mandarin 说亚当的驾照被吊销了。如果驾照被吊销，你就没有办法再使用驾照了，不可以驾照被吊销的话，你就失去了开车的资格。你失去了开车的资格 ，You lost the qualification for driving. OK， 你就不能再开车了。如果你的驾照被吊销了，你失去了开车的资格，你不能再开车了。好，亚当的驾照被吊销了，太棒了。
好，今天的课很简单，对不对？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hit the button 支持理查老师。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咖啡，成为老师的 YouTube members， 成为老师的小土豆啊，成为老师的 YouTube 会员。好，那么老师接下来要教一个比较正式的词汇，这个词汇一般是有人去世的时候会用的。如果你的朋友或者有亲友去世了，你必须参加他们的葬礼，参加 join 葬礼 funeral。所以呢，如果有人死掉去世之后，我们要帮他办一个仪式，这样的仪式 ritual 仪式就是葬礼 funeral 葬礼。好，那么我们要去参加葬礼，你要去致意，并且致意。我们致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敬礼，像这个人一样，我们会对死者敬礼哦。那这个动作就叫做吊唁，吊唁，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词汇，吊唁。所以如果有重要的人去世了，你要去参加他的葬礼，并且要致意，你可能会鞠躬致意，可能有的人会点香，对不对？会拜拜啦，点香之类的。每一个地方的仪式不一样，有的人是敬礼，有的人是点香拜拜，这个都叫吊唁这个字比较难比较正式一点，吊唁吊唁就是参加葬礼并致意。好，我们来做题目，我们他的家人吊唁殡仪馆 funeral house， 殡仪馆就是举办葬礼的地方所以可能有人去世了就会去殡仪馆去办理一些葬礼的仪式殡仪馆 funeral house。 好，好的，请问答案是什么？不一样跟鞠躬的意思不一样。鞠躬不一定是因为你要去参加葬礼，你可以跟老师鞠躬表示敬意，但是吊唁一定是因为你要参加葬礼，并不是有时候你看到老师也可以鞠躬对不对？或者你去一家店里面那个店员他会给你鞠躬，欢迎光临，这个也是鞠躬，欢迎光临这个也是鞠躬。所以鞠躬呢有很多场合都可以用，表达敬意叫鞠躬，这个动作叫鞠躬。日本人很喜欢鞠躬，对不对？林子，日本人都会こんにちは就鞠躬，对不对？鞠躬可以在各种场合上面表达你的敬意，但是吊唁指的是葬礼上面的所以不能乱用不能乱用。好 ，Hello， 白兰来了，欢迎白兰。我们去殡仪馆吊唁他的家人。我们OK， 我们去殡仪馆，我们中文会把地方放在主语后面，对不对？我们去殡仪馆吊唁他的家人。好，我们去殡仪馆吊唁他的家人。林子说对对对，日本人都会鞠躬，而且呢我们中文说90度 like 90 degree， 日本人会90度鞠躬90度鞠躬，就是他会这样鞠躬日本人很有礼貌，他们很喜欢鞠躬，而且会90度整个身体弯下来，这个叫90度鞠躬这样子好 OK， 我们去殡仪馆吊唁他的家人。好，这个词汇呢如果你去参加葬礼的时候应该会用得到，常常会看到这些字会看到这些字吊唁就是去参加人家的葬礼并且致意致意。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哇，这个有点难吊儿郎当，吊儿郎当。好，我们一般会念的比较快，吊儿郎当我们会念的很快那当然它正确的念法是吊儿郎当，
但是如果念得很快，会念吊儿郎当，吊儿郎当，吊儿郎当。哦，所以各位同学注意一下，可能会听到这个词汇吊儿郎当，我们可能快一点，吊儿郎当，吊儿郎当，你们念得出来吗？吊儿郎当。好，吊儿郎当是形容一个人散漫，很懒惰，不认真，做事不认真，生活没有目标的人就是吊儿郎当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你工作不认真，你学习不认真，你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目标，你做事情很随便，这样的人就是个吊儿郎当的人，吊儿郎当的人哦。好，当然你也可以念慢一点，吊儿郎当的人，你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不过一般你都会听到母语者念得很快，他是个吊儿郎当的人，吊儿郎当很难念，对不对？好，你们念得出来吗？吊儿郎当，他是个吊儿郎当的男人，做事情很随便，不认真，然后都在摸鱼，工作的时候都在做别的事情，可能都在打游戏，做事不认真，他的人生没有目标，他做事情呢常常犯错，所以这种人就是吊儿郎当的人，吊儿郎当的人。好，吊儿郎当。好，小丸子的妈妈总是说小丸子吊儿郎当的，对，小丸子做事情不认真，很随便，对不对？好，他吊儿郎当，老师念慢一点啊，吊儿郎当的，吊儿郎当的，做事总是，好，总是就是 always， 吊儿郎当像英文的 lazy、careless、aimless、sloppy。 OK， 摸鱼的话是偷懒，吊儿郎当的情况更严重。吊儿郎当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带劲，都不想做，很随便摸鱼只是工作摸鱼，摸鱼特别指的是工作上面而已吊儿郎当更严重，你人生没有目标，很随便好，吊儿郎当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般是用在男生身上，女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大部分是用在男人身上。好，他做事总是吊儿郎当的。好，他总是书令的怪怪的，他总是做事吊儿郎当的。我觉得这个答案是 Mandarin 的答案比较好，他做事总是吊儿郎当的，他做事总是吊儿郎当的，这个答案才是对的他做事总是吊儿郎当的。好，有的地方会念吊儿郎当很难，对不对？我现在的情绪是不行，这个不能用来形容情绪，这个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做事的方式，不能用来形容你的情绪，不可以好，他做事总是吊儿郎当的，可以。好，你会听到有人说这个词汇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他做事吊儿郎当的，你也可以听到吊儿郎当的、吊儿郎当的，都有人念，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个词有很多 regional accent， 吊儿郎当、吊儿郎当都有人念，特别注意吊儿郎当、吊儿郎当、吊儿郎当都有人念。好，听得懂吗，各位同学？但是这个很常用，很常听到人说，你这个人吊儿郎当的，做事认真一点，好不好？他是个吊儿郎当的男人，很常听到人家说好，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成语，提心吊胆。提心吊胆的意思就是你觉得很担心，你觉得很焦虑。好，我们学过了担心和焦虑 anxious。 好，担心焦虑，你对一件事情感到 depressed、nervous、anxious。 好，
提心吊胆指的是因为某一种后果或情形让你感到持续性的，提心吊胆是持续性的焦虑。比如说，如果你下个星期要考 HSK， 那么你这几天一定会提心吊胆的，对不对？因为你怕你不会通过。所以比如你下个星期要考试了，那你这几天你一定会持续性的 constantly 持续性的觉得很焦虑。所以提心吊胆指的通常是好几天好几个月你都觉得很担心很焦虑的状况，这个叫提心吊胆，通常是持续的好几天的或好几个月的这种状况，可能是因为某一种后果 consequence 或者某一种不好的情况，你会觉得持续性的担心和焦虑。 OK， 他总是吊儿郎当的做事，可以没问题，他总是吊儿郎听得懂可以不过他总是吊儿郎当的做事可以啦不过我们更常说的是他做事总是吊儿郎当，他做事总是吊儿郎当，这个更常用好，我们来做题目。杀手 murderer killer 过着的生活，提心吊胆常常。好，答案是杀手常常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杀手每天都害怕被警察抓，对不对？所以杀手过的生活是持续性的很焦虑，持续性的很担心，他可能每天都害怕警察会来抓他，所以是持续性的 constantly。 好，杀手常常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杀手常常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好，很好杀手常常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OK， 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呢？有的女人因为她的老公会家暴会用暴力对待老婆，所以这样的太太她可能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特别是有家暴的家庭，那个太太可能每天都怕被老公打，所以被家暴的太太每天也是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她不晓得什么时候又被老公打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提心吊胆，就是你常常觉得害怕焦虑某一个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提心吊胆提心吊胆，这个很常用的成语把它记起来，吊儿郎当跟提心吊胆都是很常用的所以请你把它记起来。好，那么今天谢谢各位同学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我们明天是说故事，对不对？明天我们要说一则关于小猫的故事小猫的故事，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林子，你家暴对不对？你家暴你老公对不对？所以你老公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好，我们明天见，晚安，拜拜。